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书接上回，但是确实是白义和的车撞上了他父母的车，而且只有白义和一个人活了下来。难道他不该怪白义和吗？傅义成不知道，他突然得不出任何答案。白义和醒过来的时候，傅义成就坐在他的床边。他自己想要坐起来，傅义成就去扶他。白义和以为傅义成根本不会待在自己的身边，这么些年他都已经习惯了，只以为这是个陌生的好人。谢谢，白义和朝傅义成道谢，然后去摸旁边桌上的东西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摸索的样子，眼睛突然一紧，就倒了杯水给他。你真是个好人，白义和接过来，笑着朝傅义成道。他小心地喝着水。傅义成突然出声，为什么得了癌症不告诉我？白义和这才知道，原来身边这个帮他的好人是傅义成。他轻笑了一声，将水杯放了下来。没什么，我说了你也不会信吧？傅义成沉默了。白义和说的没错，要是换做以前，不管白义和说什么，他都是不会信的。我找了这边最好的医生帮你治疗，还有你的眼睛，医生说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好。不用了，白义和客气地拒绝道。傅义成的眉头皱起来，他都已经妥协这么多了，白义和难道还不满足吗？他想着就愤怒起来，盯着白义和的脸，似乎下一刻就要发作起来。我反正都要死了，晚一点死也是要被你折磨，早一点死反而是解脱。听见白义和的话，傅义成一怔，浑身的气势都没了。傅义成面对现在的白义和，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直到走之前，傅义成都没有说过半句话。他一直陪到晚上白义和要睡下的时候，离开之前，傅义成还是留下了一句话：白义和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傅义成到处查找治疗胃癌的医院权威，发现原来意大利就有家最好的医院。他带着白义和转院，让白义和吃上了最好的特效药。当时开药的医生专门跟傅义成说了，这个药的副作用会影响神经，让人逐渐失去记忆，智力减退，最严重的可能变成跟孩子一样，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。傅义成不过沉默了片刻，就决定使用这种药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白义和活下去，就算白义和真的变成了孩子，他也能护他一辈子。同时，他还联系了一家神经外科的医院，给白义和做了手术，拿掉了脑中的血块，他重新恢复了光明。拆纱布的时候，白义和的心里也有点紧张。其实过去这么久，他已经习惯了失明的样子，但是想到自己还能再度看见东西，他的心还是起了一丝波澜。他第一眼就看见了傅义成，这个时隔许久，他曾经心心念念爱着，现在却只有万念俱灰的男人。傅义成眼看着白义和的眼睛恢复了光彩，可在看向他的时候，那光彩就暗淡了下去。白义和低下了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傅义成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压住了自己即将发怒的心情。起来吧。傅义成压着怒气，想起了接下来的行程。去干嘛？白义和有些不解。你不是老想去旅游吗？带你出去看看。傅义成咳嗽了一声，转过头不去看白义和。傅义成，你真的没有必要。白义和摇头道，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傅义成一把拉了起来。让你走就走，话那么多干什么？
傅义成紧紧攥着白义和的手，走之前还不忘给他穿了件厚外套。刚走出门，白义和就感觉到了意大利的秋风。他紧了紧外套的领口，傅义成发现了就停下来，将自己的围巾也围在了白义和的脖子上。不用了，别动。傅义成弄好了围巾，才又牵起了白义和的手，跟他一起走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街上。午后的时光，来往行人都慢悠悠的，白义和走着走着就觉得自己的心也慢了下来。看着白义和逐渐缓和下来的表情，傅义成就知道自己做对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傅义成带着白义和开始周游欧洲，他将公司的事情都暂时放了下来。傅义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现在他已经将陪伴白义和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。但他的心里还有一个埋藏很深的问题，也是他们两人最终走上憎恨之路的症结所在，那就是白义和撞死了傅义成的父母。当时是司机开的车，可司机的手机里却留着白义和发给他的短信，让司机去撞傅义成父母的车。白义和否认这些，而司机也已经死了，之后的事情都死无对证。警方没有其他证据，只好放了白义和。白义和一直是否认这件事的，但是傅义成不相信。可现在突然发生了这么多跟傅义成想象不一样的事情，他也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了。难道真的不是白义和做的？傅义成看着白义和伸手去够落叶的样子，他的眼神有些深沉，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傅义成带着白义和走在米兰大街上，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：傅总，苏小姐被人绑架了。傅义成看了白义和一眼，走到一边细细地问了起来。等他说完电话，才发现白义和正在看着他。有事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吧。能来外头看这么久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白义和的语气柔和，说的傅义成的心头就是一软。等事情结束了，我再带你去别的地方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傅义成带着白义和回了国，白义和这才知道是苏青青被绑架了。回国之后，傅义成就开始安排一切。很快，傅义成的手下人传来消息，苏青青被救了出来。只是苏小姐的孩子没有了。下属偷偷打量着傅义成的表情，可傅义成并没有想象中的愤怒，下属的心里又泛起了嘀咕：让他好好休息吧。苏青青回到家，看见了傅义成带着白义和在客厅里。傅义成端着一杯热水放到了白义和的手上，然后十分自然地坐在了他的身边。苏青青心里如同打雷一样震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不过是出国了一趟而已，怎么突然间感情就变好了？苏青青强忍住心头的震惊，做出一副悲伤的样子，往傅义成身上扑去。义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们的孩子没有了。傅义成皱了皱眉，他眼疾手快地在苏青青扑上来之前就抓住了她的手，将她拉开。来人，苏小姐的情绪有些不好，你们扶她下去休息吧。苏青青听见傅义成的话，眼睛睁得老大。她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苏青青立马看向白义和，肯定是这个女人又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。可傅义成不是对白义和恨之入骨的吗？他可是撞死了傅义成的父母啊！难道……苏青青瞳孔一震，难道是傅义成知道什么了？他偷偷看向傅义成，打量着他脸上的神色。
傅一成皱着眉头，脸上有些不耐烦，但全是对苏青青的。不行，他不能这么被动下去，一定要将白一和弄走才行。白一和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刚回来，苏青青就盯上了他，非要将他弄走。白一和，你父母的骨灰现在可在我的手里，你要是想要回去的话，就乖乖地离开傅一成，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白一和看着苏青青手上的那个盒子，心头一阵悲凉。好，我马上就走。晚上傅一成回到家，白一和正坐在沙发上，旁边是他的行李箱，就连秦彻也过来了。傅一成狐疑地看了秦彻一眼，走到白一和的身边。怎么了？白一和看了眼傅一成身后的苏青青，忍住了心头的悲痛。傅一成，我喜欢的人一直是秦彻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从今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说着，白一和就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推到了傅一成的怀里，跟着秦彻一起走了。坐在秦彻的车上，白一和收到了苏青青的信息，做得很好。等傅一成签完字，我就把你父母的骨灰还给你。秦彻看着身边情绪低落的白一和，心头也不禁叹了口气。刚到家的白一和立马就胃痛发作了，他急忙去吃药。等他把瓶子拿出来的时候，秦彻看清了药瓶上的药名，却犹豫地说了句：“这个药的副作用是不是太强了？”什么副作用？白一和不解。会导致智力减退，最终变成3岁小孩的智商。白一和愣住了，他看着自己手里的那瓶药，心想傅一成一定是知道这个副作用的，但是他却没有告诉他。白一和突然对傅一成就失望了，他明明知道自己就算是死也想有尊严的死，他不愿意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认识也不知道的小孩，他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死去，可是傅一成都不让。白一和之后便停了药，看着白一和腹痛难忍的样子，秦彻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告诉白一和副作用的事了。过了几天，秦家举办晚宴，帖子送到了傅一成的手里。他的面前摆着离婚协议，但是在傅一成的那一栏却始终没有签上名字。傅一成带着苏青青来到了秦家的晚宴，看见了秦彻带着白一和共同出席。今天的白一和很漂亮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裙，长长的头盘盘了起来，露出了纤细柔和的脖颈。这是傅一成从未见过的一个光彩夺目的白一和，果然他一出场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傅一成看着白一和的眼光动也没动过，苏青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，他一定要除掉这个女人。突然宴会现场的灯光暗了下来，一束白色灯光打在了白一和的身上，而他面前的秦彻单膝下跪，掏出了一枚戒指，在他眼前缓缓展开。现场一片哗然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是秦家独子求婚的日子。傅一成的脸色沉得难看，而台上的白一和也有些不知所措。他本来不想来参加晚宴的，是秦彻非要他来。可是他并不知道秦彻要跟他求婚啊！他慌乱中在人群中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白一和看见了站在苏青青身边的傅一成，他看见苏青青的瞬间就冷静了下来。秦彻，对不起。白一和拒绝了秦彻。为什么？一和，你不是已经对傅一成死心了吗？可是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秦彻，我活不久了，不想连累任何人，最后的日子
你就让我自己做决定吧。其实白义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觉得应该拒绝秦彻。就像秦彻说的那样，他是对傅义成死心了的。可是为什么当他看见傅义成站在苏青青身边的时候，他的心会这么痛？不顾秦彻的阻拦，白义和提着裙子离开了现场。现场的宾客一阵骚乱，秦彻失魂落魄地站在台上，秦家人急忙将他拉下来，开始处理有些混乱尴尬的场面。傅义成转身追出去，苏青青却突然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地。义成！苏青青去拽傅义成的裤腿，向他求救。傅义成看了一眼白义和离去的方向，又看了看台上失了神的秦彻，叹了口气，先将苏青青扶了起来。苏青青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他死死抓住傅义成，不让他出去。而此时的白义和却被一辆黑色面包车拦下，几个大汉迅速下车，将他迷晕过去，然后带上了车。面包车的车门刚一关上，他就迅速离开了。这几个人手法之熟练，速度之快，不过短短几分钟，白义和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。白义和醒过来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他的手脚都被绑住，嘴上也贴着胶布。借着昏暗的光线，他依稀辨认出这里应该是个破旧的厂房。白义和没敢发出动静，他看见不远处站着几个男人，其中一个正在打电话。苏小姐，这跟当初说好的可不一样啊！打电话的魁梧大汉对着另一边说道。苏小姐？难道是苏青青？白义和越想越觉得有可能。你要是想要这女人的命，可得加点钱才行。魁梧大汉从那边走到了白义和的身边，白义和立马闭上眼睛，假装还没醒。另一边的苏青青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她的表情十分阴狠。你把白义和弄死，我再给你50万、100万。魁梧大汉开始跟苏青青讨价还价。魁梧大汉蹲在了白义和的面前，他拿着手上的刀拍在白义和的脸上，吓得白义和的心脏砰砰直跳，可他表面上还是一副昏迷未醒的样子。好，成交。你将这件事做得干净点，到时候把白义和的死嫁祸给秦彻，就谁也不会怀疑我们。白义和的眼皮猛然一颤，怎么会牵扯到秦彻呢？他都是个快死的人了，白义和真的不想在这个时候还连累别人。魁梧大汉看见了白义和的小动作，他站起身说道：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说完，魁梧大汉就挂断了电话。给我把这女的弄起来，给我在这儿装睡是吧？说着，魁梧大汉就一脚踹在了白义和的肚子上。啊！白义和疼得大喊：给我打！魁梧大汉一挥手，他身边的一群混混流氓就开始围着白义和拳打脚踢。他本来就身体虚弱，不过是被打了几下就晕了过去。白义和的白色长裙脏兮兮的，上面全是灰黑色的脏污，甚至在挣扎下还撕裂了一个口子，露出她雪白的腿。一个混混就微笑着走上前去，却被那个魁梧大汉一把拉住。别给我整事，等钱到手还怕没有女人？要是在这女人身上留下什么线索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而另一边，秦彻发现白义和彻夜未归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傅义成。他带着一群人找上了傅家，不由分说地堵在了门口。
正要出门的傅义成见是秦彻，不由皱了皱眉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你还敢问我？”傅义成，快把白义和交出来！秦彻满脸愤怒，看着不像是装的。你说什么？傅义成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白义和不见了。秦彻看着傅义成的样子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并不是傅义成将白义和带走了。那秦彻心头忽然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。秦彻想到白义和可能遭遇到的事情，立马转头就走，却被傅义成死死按住了肩膀。秦彻，我让白义和跟着你走，不是为了让你把他弄丢的，你最好跟我原原本本说清楚。傅义成的声音十分吓人，秦彻听着都有点汗毛直立。他略一思考，就将白义和失踪的事情告诉了傅义成。砰一声，傅义成一拳捶在了桌子上。究竟是谁要绑架白义和？你们马上给我去找他，把所有地方翻遍了，也要找到他。傅义成吩咐下去，他面色沉得难看。这个时候的傅义成看起来十分吓人，谁也不敢去惹他。可偏偏有一个不自量力的要扑上来，就见苏青青婀娜多姿地从楼上下来，笑着看向傅义成。义成，你在干什么？傅义成冷冷瞥了苏青青一眼，苏青青立马觉得不对劲起来。为什么门口会有这么多人？而且秦彻也在。要是秦彻在这里的话，不就没办法坐实他杀人了吗？苏青青心头慌张起来，她略带敷衍朝众人笑了笑，急忙跑上楼去打电话给绑匪那边。傅义成看着苏青青焦急又躲闪的样子，顿时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最近苏小姐都做什么了？傅义成叫了佣人来问。也没做什么，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房间里，把门关着，应该是在睡觉。傅义成心头的疑惑更深了，自从他带着白义和从国外回来，就不再关注苏青青了。但傅义成却觉得苏青青不是这么一个喜欢安静的人，她太反常了。凭着心头的疑虑，傅义成朝手下人挥了挥手，去查苏青青，仔细查。没过一会儿，手下人就传来了白义和的消息。查了晚宴的监控，发现这辆面包车最后消失在了隧道前的路口。傅义成站在一座大山的隧道前面，看来是在这附近下车了。给我搜，就是把整座山翻过来，也要找到白义和。傅义成让所有的手下都跟着警察一起进山搜查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废弃厂房的位置。傅义成不顾阻拦，也一起去了废弃厂房。废弃厂房里，魁梧大汉的手下正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，要对白义和下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人闯进来了，是警察。一个人屁滚尿流地跑了进来，朝着里面的人大喊。这里的人都是一群乌合之众，闻言立马就四散奔逃了。但是魁梧大汉捡起了地上的刀子，白义和看过他的脸，他一定要把白义和杀了才行。可他的刀子还没扎下去，身上就多了好几个红外线瞄准的点。放下手里的武器，一群武装警察用武器指着魁梧大汉，他吓得立马举起双手。傅义成朝白义和跑了过来，他刚抱起地上的白义和，就看见了魁梧大汉嘴角的笑容。武警队长的对讲机里有人在说话，他一听就立马吼道：“有炸弹！卧倒！卧倒！”傅义成抱着白义和趴在地上，
他整个人都挡在白义和的身上，就听见厂房四处都传来砰砰的爆炸声。傅义成被巨大的轰鸣声炸得脑袋发晕，却还记得要死死护着身下的白义和。武警队训练有素，全部撤出了废弃的厂房。几声巨大的轰鸣之后，整个厂房都开始摇晃，人们就看见一整座厂房都倒塌了下来。傅义成和白义和都被压在了厂房下面。傅义成稍微动了动，他的背部就传来一阵剧痛。他们很幸运，倒下来的屋角形成了一个空旷的地方，但是傅义成的身上还是压着变形了的生锈钢管。白义和终于醒了过来，他一眼就看见近在眼前的傅义成，他的脸色苍白，将他抱在了自己的宽厚臂膀中。义成，你怎么样？白义和的神情十分紧张，他看见傅义成的额角一直在流血。我没事。傅义成的脸色显得很坚毅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就算背上全都是伤，他也不会说出来让白义和担心。可白义和却知道傅义成的情况一定很不好，他的眼泪就忍不住夺眶而出。他嘴里不停地质问，责怪着傅义成：你为什么要来找我？为什么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？你不是恨我吗？为什么还要挡在我的身上？就让我被砸死不就好了吗？傅义成看着哭得伤心的白义和，心里叹了口气。为什么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在那一瞬间下意识就抱住了白义和，压根没有想过为什么。好几个小时后，周围才传来一些呼唤的声音。傅义成立马回应外面救援的人。很快，外面的人就顺着傅义成的声音定位到了他们的位置。又过了好几个小时，傅义成身上最后一块钢筋水泥板被起出来，压在他背上的生锈钢管也被弄开，两人终于得救了。傅义成被立即送往医院，白义和紧张地坐在救护车上跟着一起去了。医生处理完傅义成的伤，才发现白义和的身上也全是伤痕，立马就要白义和赶紧去处理伤口。白义和见傅义成没有什么大碍，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这才让医生和护士给他处理自己身上的伤口。苏青青接到消息，迅速赶了过来。她一看见正在处理伤口的白义和，就妒火中烧，直接一巴掌朝他打了上去。可紧接着，苏青青的脸上也啪的一声落下一个红红的掌印。苏青青难以置信地看向傅义成，她只见傅义成面沉如水地站在了白义和的面前，一副要护着他的样子。苏青青，我警告你，适可而止。我知道你在我背后搞鬼，之前不过是看在你之前帮过我的份上，才忍你到现在。你最好不要动白义和，要不然可没有今天这么简单。苏青青被傅义成吼得一愣一愣的，她很清楚，傅义成一旦对白义和没有了恨，那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对白义和的爱。到时候苏青青不仅没有半点机会，还很有可能反过来被傅义成收拾。不行，他绝对不能就这么任人宰割。苏青青离开了医院，立马赶回傅家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他急急忙忙打开衣柜，收拾完东西，却看见了被他藏在衣柜里的白义和父母骨灰盒。他略一思虑，就将骨灰盒拿了出来，一起带上离开了傅家。白义和跟傅义成则一直在医院休养，白义和身上都是皮外伤，而傅义成的背上却有着十分严重的淤青，
水泥天花板和生锈钢管砸下来的时候，将傅一成的一条肋骨砸断了。他足足休养了2个月才出院回家，白义和就足足在医院陪了他2个月。两人回到家，这才知道苏青青已经离开了。白义和急忙跑进2楼苏青青的房间，他父母的骨灰还在苏青青的手里，可是不管他怎么找，都没有在苏青青的房间里找到自己父母的骨灰盒。而他却找到了苏青青留给他的字条，苏青青警告他，如果想要回骨灰盒，就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之后苏青青还会联系他的。白义和下楼的时候明显忧心忡忡，傅一成问他发生什么事，他却笑着摇了摇头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傅一成发现白义和只吃了2口，就再也没有动筷子。我让人再给你做2个菜，你想吃什么？还是想出去吃？我马上让人订餐厅。说着，傅一成就挥了挥手，让手下人过来。白义和急忙拦住了他，我就是有点没有胃口。傅一成刚皱了皱眉头，白义和就突然攥紧了他的衣袖。他突然间变得脸色苍白，捂着肚子，看起来十分痛苦的样子。义和，义和，你怎么了？傅一成叫白义和不应，他就直接将人打横抱起，放在了床上。佣人将他的药拿了过来，傅一成接过药，却发现这里面少了那种特效药。傅一成一下就明白了，白义和一定是知道了药的副作用，所以就停药了。他让人将特效药也拿过来，一起给白义和吃下。没过多久，白义和的脸色就好了许多。一直等到白义和睡着，傅一成才关上门离开。这次白义和是不知道才吃了特效药，但是傅一成知道，如果被白义和知道他还在吃特效药的话，一定会拒绝的。可是傅一成真的没办法看白义和这么痛苦的样子，他叫来人将特效药换到了另一个药瓶里。次日，白义和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吃的药又变多了一种，他就问服侍他的佣人：“这是什么药？”“夫人，这是医生过来给您新开的药。”白义和皱了皱眉：“有没有什么副作用？”“夫人您放心，医生说了，这个没有什么副作用的。”白义和这才舒了一口气，就着水将药吃了下去。看着白义和一天天好起来，傅一成就让人将自己的东西搬到了白义和的房间里。“你干什么呀？”白义和看着佣人将傅一成的西装放进自己房间的衣帽间里，有些茫然。“当然是住过来。”傅一成面不改色：“我们本来就是夫妻，住在一起有什么问题？”白义和震惊中有些无奈，她自从嫁过来就从来没有跟傅一成一起住过，她现在这样是什么意思？晚上的时候，傅一成真的就躺在了白义和的身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非要跟白义和睡一床被子。白义和刚躺下来，他就伸手牵住了白义和的手。“傅一成，你能不能好好睡觉？”对于他这种孩子一般的行为，白义和实在是无奈，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无奈的语气里分明带着一丝宠溺。“睡了睡了。”黑暗中，傅一成的声音就响在白义和的耳边。他闭上眼，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感中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太阳都升得老高了。他暗想自己怎么睡得这么沉，急忙叫了佣人来服侍。下楼的时候，傅一成正在听人汇报，抓住了几个绑匪，他们马上就招供了。
说是苏小姐让他们去绑架夫人的。傅义成满脸怒意，苏青青真是好大的胆子。那个绑匪头目也被抓住了。他说关于苏青青还有一个巨大的秘密，但是一定要见到您本人才会说。傅义成的属下就停了话头，小心地看向傅义成。傅义成冷哼一声，站起身来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秘密来。义成，白义和叫住傅义成，我也要一起去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坚定的脸，就点了点头。两人一起来到了看守所，见到了之前绑架白义和的魁梧大汉。傅总，我要是跟你说了这些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想怎么样？傅义成沉着一张脸，他向来最不喜欢别人跟他开条件，何况还是个曾经绑架过白义和的阶下囚。也没什么，就是希望傅总救我一命，让我从这里出去，对傅总来说，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魁梧大汉胸有成竹，似乎确定了傅义成一定会答应他的条件一样。我知道的这个秘密，可是跟您父母之死有关的。傅义成一震，他看向魁梧大汉的眼神就瞬间变得锐利起来。他沉默了片刻，道：好，我帮你出去。傅总爽快，那我也就直说了，当初苏青青给了我们一笔钱，让我们绑架了这位小姐。魁梧大汉看了白义和一眼的司机，然后威胁司机在固定的时间载着他去撞您父母的车。啪一声，傅义成坐着的椅子倒了下来，他站了起来，看着魁梧大汉的眼神震惊又吓人。你给我仔仔细细说一遍。傅义成几乎是咬着牙一字一句说出来的。魁梧大汉就将当时苏青青的安排全都说了一遍，包括他们是怎么获得情报资料的，又是怎么威胁司机的，最后又是怎么花钱安抚司机家属的。白义和越听越震惊，他知道苏青青的性格乖张跋扈，却没想到苏青青她居然这么心狠手辣。她能将一切算计得这么深，最后还将所有的事情全都推到了自己的头上。白义和捂着嘴哭了出来，他一手扶着桌子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对付伯伯和傅伯母有着愧疚，心想就算不是他撞的人，也是因为他让司机开车出去，才会导致这场惨案。而现在他终于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他，终于从多年的愧疚中解脱了出来，他的泪水就止不住地落下来。苏青青这个蛇蝎女人。傅义成双眼通红，多年之后的真相大白，让他知道了苏青青做的那些坏事，也让他知道这么多年来他究竟做了多少伤害白义和的事。明白义和才是最无辜的那个人，可傅义成却恨了他这么多年，也折磨了他这么多年。傅义成看着掩面哭泣的白义和，他本来就是纤瘦的身形，现在变得更瘦了，一双大大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，看得他的心头阵阵作痛。义和，傅义成想要伸手去够他，却突然想起当时他在医院将白义和推下去的一幕，想起他曾经在医院里狠狠地打了白义和一巴掌，想起他曾经在父母的坟墓前踩着白义和的手，问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怎么死的，他真不是个人啊。警方知道了这件事，开始追捕苏青青，傅义成也派人去抓苏青青，他一定要这个贱人付出代价。傅义成带着白义和回了家，他的情绪显得很不稳定。两人待在房里，看着白义和哭红了眼睛，傅义成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啪一声，白义和抬头看向傅一成，看着他半边通红的脸，一瞬间忘记了哭。我不是个人，义和，我对不起你。傅一成低着头道，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，是我错了，我误会了你这么多年，就该去死。傅一成眼里闪过一道决绝，吓得白义和急忙拉住了他。你要干什么？义和，我做了太多的错事。白义和沉默了许久，他没有说要原谅傅一成，而是说，你带我去看看伯父伯母吧，我想跟他们说清楚。傅一成带着白义和来到了傅家的墓园，在傅一成父母的墓碑前，白义和忍着泪水说道，伯父伯母，我们查出了背后指使的真凶，你们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。白义和说着就流起泪来，他的身子看起来摇摇欲坠。傅一成上前揽住了他额肩膀，接过他的话道，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的。苏青青她一定会为自己做过的这些事付出成倍的代价。我在这里起誓。两人待了一阵，就离开了墓园。白义和走在前面，傅一成想上前去牵他的手，却被他挣脱开来。他们的轿车就停在路边，司机眼见着白义和走过来，就下车来准备给他开车门，谁知道白义和却直接从轿车前走了过去。我们的车停在哪里了？白义和左右没看见其他的车，转头问傅一成，一脸的茫然。司机跟在傅一成，闻言有些奇怪地看向了白义和，他脸上的疑问看起来完全不像作假。傅一成先是一愣，然后他笑着走过去，牵起了白义和的手。我们的车没停在这里，说着，傅一成就带着白义和往墓园的外头走去。司机也是聪明人，急忙转身将车从墓园后方绕过去，开到了墓园外头的大马路上等候他们。可是我明明记得，白义和回头看了一眼，却没有看见那辆黑色的轿车。他心想，或许真是自己记错了。回去没多久，傅一成就说要带着白义和去布里斯托尔。为什么突然又要出去？白义和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你的公司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公司的事情我都处理好了，趁着这个机会带着你出去环游世界。傅一成笑着，命人将他们的行李全都整理好了。白义和还在犹豫，就被傅一成强行拉着飞往了英国的布里斯托尔。这里的街道空旷又干净，处处透露着一种缓慢悠然的英国气息。走在古老的英国教堂外，白义和完全忘记了自己刚开始并不想出门。傅一成带着白义和去夜晚的河畔，看河面上千家灯火，倒映在河面上别有一番风情。白义和站在河边，他远远眺望着对岸的风景。见白义和抱紧了双臂，傅一成就脱了自己的西装，罩在白义和的肩膀上。以后你想去哪里，我都陪你一起去。我们可以去大海上坐游轮，去海底潜水看斑斓的热带鱼，去南极看极地之光。傅一成小心地牵起白义和的手，将他的手放到嘴边吻了吻。白义和看着傅一成这样珍惜的样子，心头却一阵阵地痛。回到住处，白义和就叫住了傅一成，他从房间里拿出了一份文件。傅一成，我们离婚吧。傅一成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的脸色沉得很难看。为什么？给我一个理由。我活不了多久了，傅一成，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人，跟你度过一生，
而不是我这种连明天的太阳能不能见到都不确定的人。你胡说什么？傅一成握着白一禾的肩膀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你死的。傅一成，白一禾看着傅一成这副样子，不由叹了口气。到了那一天的时候，傅一成就是不信也要信。白一禾能感觉出来，他的日子不远了。傅一成态度十分坚决，他不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所有的产业全都归到了白一禾的名下，白一禾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。他看着这个男人倔强跟他生命死神斗争的样子，鼻头有些发酸。一连好几天，傅一成都为了白一禾要他签字的事情而摆脸色。虽然还是在白一禾的身边形影不离地照顾他，却总是在一些小事上闹脾气，也不肯跟白一禾说话。白一禾没有办法，傅一成像个孩子一样跟白一禾闹着别扭，他却半点都生气不起来，只觉得这个男人无比的可爱。只可惜他没有办法跟他白头偕老，也不能在以后的日子好好照顾他。一想到这里，白一禾就忍不住叹气。傅一成看见白一禾叹气的样子，眉头皱得十分紧，找来了手下的人，悄声安排了下去。没过几天，傅一成就说要带着白一禾去做热气球。去做什么热气球啊？我也不是小姑娘了，白一禾笑着嗔道。傅一成却不依不挠的，非要带着白一禾一起去。白一禾拗不过他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，跟着傅一成出门了。傅一成带着白一禾去到著名的景点圣地去做热气球，这是白一禾头一次做热气球，他感觉很奇妙，时不时地拉着傅一成去看远处的景色。看着自己的视野随着热气球的升空慢慢变高，白一禾的心情也变得开阔起来。他看了一眼傅一成，他实在是很用心，明明自己还在生气，却一直顾及着他的心情。白一禾看向远处无数的热气球，忽然发现了不对劲，那些热气球居然像是约好了一样，渐渐地合在了一起，没多久就排成了一个阵型。就见七彩的热气球在天空中摆出了一句话 Love forever， 永远的热恋。白一禾惊讶地捂住了嘴，他望向了身边的傅一成，这一定是他安排的。傅一成站在他的身边道，一禾，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都会死，但是我即便是死，也不想跟你分开。我不能想象自己没有你。你看，这里的风景这么好，我想陪着你一直看下去。白一禾看向傅一成，他的眼神真挚而深情，里面原本是星辰与大海，现在却只有他白一禾一个人。好，白一禾的眼泪落了下来，可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。傅一成低下头来，轻轻地吻住了白一禾。当柔软的唇触碰上，两个灵魂都感觉到了微微的激荡。时间在这一刻定格，永远的热恋与永恒的爱，在这瞬间降临在白一禾和傅一成之间。热气球落在了地上，傅一成牵着白一禾下了热气球，走向他早就铺设好的鲜花海中。平原之上，所有人都捧着一束鲜花，在等着白一禾和傅一成走过来。可就在这时，白一禾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他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液，倒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一禾，一禾，你别吓我，你醒醒啊！傅一成被吓坏了，急忙找来人送白一禾去了医院。白一禾这次发作的十分严重，
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又咳了2次血。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，傅一成一直紧握着白一禾的手，唤着他的名字，就怕他一睡下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白一禾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一直在叫自己的名字，他能辨认出那个声音，不是傅一成的又是谁的呢？可是为什么他会这么焦急，声音还在颤抖？是因为害怕吗？白一禾还没有想出个结果来，就疼得昏了过去。傅一成被护士拦在了外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白一禾被推进手术室，他却做不了任何事。傅一成守在手术室外面，拿出了许久不抽的烟。他本来为了白一禾的病情，已经开始戒烟了，可是现在他却还是将烟拿了出来。他等在手术室外面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，好不容易等到医生出来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蓝眼睛的英国医生看了他一眼，回答道：这位女士的病情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家属需要早做准备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傅一成推开了医生，他跑到白一禾的病床前，看着他虚弱的样子，眉眼间全是不忍与难过。路过的护士看着他议论起来，这个男士应该很爱那位女士吧？那位女士听说是他的夫人，可惜得了胃癌，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另一个护士接着道：难怪了，他看起来真深情。病房里的傅一成紧握着白一禾的手，他的眼眶红红的，下巴上胡子拉碴，分明是好几天没有整理过自己了。他的下属走了过来：傅总，都准备好了，下午就带着夫人转院去国内治疗胃癌最好的医院。傅一成没说话，只是亲了亲白一禾的手。下属在心里叹了口气，退了下去。等到白一禾醒过来，已经是1周后了。他醒过来就看见趴在自己身边睡着的傅一成，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，似乎睡得并不好。白一禾不过稍微动了一下，傅一成就醒了过来。白一禾朝傅一成笑了笑，傅一成的眼眶就有些发红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去叫医生过来。傅一成说着就要起身，白一禾拉住了他。我没事，我就想看看你，毕竟也不知道还能看多久了。白一禾想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傅一成有些哽咽，他握住白一禾的坐了下来。好，半个月后，白一禾就出院了。他说他想回家。傅一成对于白一禾的要求都不问缘由，全部答应下来。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白一禾，可偏偏有一个人并不这样。白一禾突然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：喂，一禾呀，你最近应该过得很好吧？苏青青略显尖锐的声音传了过来：你应该还没忘记，你父母的骨灰盒还在我这里吧？白一禾怔住了，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傅一成，走到一边。苏青青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白一禾，我要你一个人来我说的地方，你可记住了，是一个人来。要是被我发现有其他人的话，就不要怪我将你父母的骨灰倒进臭水沟了。苏青青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白一禾攥紧了手机。怎么了？傅一成看见白一禾认真的神情，走过来问他。啊，没事没事。白一禾说完就上楼了，他的手机上传来一条短信，是苏青青发过来的地址，让他明天中午12点准时到这个地方。第二天，白一禾跟傅一成找了个借口出门。傅一成不放心他一个人出门，要跟着他一起去。
白义和却怎么说都不让傅义成跟着，说了半天也只肯让一个司机送他过去。傅义成一直看着白义和离开，他刚一坐上车离开，傅义成就吩咐手下人跟在夫人的后面。说着，傅义成也出了门，他让自己的车远远地跟在白义和的车后面，看见白义和在一处僻静的小巷外面下了车。白义和跟司机说了几句话，然后自己走进了巷子。傅义成也下了车，他让手下人分别堵住巷子的几个口子，他怕白义和被人骗了。这一片的巷子都是废弃的拆迁处，早就没有人居住了。白义和越往里走，路边的杂草就长得越深。他走到标志性的一处红色大门面前，推门进去，就看见苏青青站在院子里。白义和一眼就看见放在一旁椅子上的骨灰盒。苏青青，我已经过来了，你快把我父母的骨灰盒给我。苏青青却看着白义和冷笑，也不回答他的话。白义和，你知道我现在过得有多惨吗？苏青青的声调有些怪异，白义和这才注意去看苏青青。只见苏青青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，脏兮兮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路边捡来的，而她向来精致的脸庞也满是风霜，头发乱糟糟的搭在肩上。你怎么了？白义和小心翼翼地问他。哈哈哈，你还问我怎么了？我这都是拜你所赐啊！你跟傅义成将我的事全都掀了出来，搞得我现在被警局追捕，只能像个过街老鼠一样到处逃。你还问我怎么了？苏青青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失控。白义和有些害怕，但是看见苏青青身边的骨灰盒，还是忍住了内心的恐惧道：苏青青，你做了错事，就要受到惩罚，但是我可以帮你向法官求情，到时候你好好的改造，也不是没有机会出来的。好啊，那你过来拿骨灰吧。苏青青笑了一声，她低着头，白义和看不见她的表情。他小心翼翼地走向苏青青，始终不敢靠苏青青太近。他伸手去够椅子上的骨灰。正在这时，苏青青突然拿出一把刀来，朝白义和刺了过来。义和，门口的傅义成正看见这一幕，他想也不想往里冲，将白义和一把拉住，抱在怀里。苏青青的刀就扎在了傅义成的身上。傅义成皱了皱眉头，拉着白义和往外跑去。他的手下立马跑了进来，将发疯的苏青青掷在地上。他们报了警，等待警察过来将苏青青伏法。傅义成的后背上一大片血迹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白义和有些颤抖地伸手去触他背上的伤。没事，只是擦过去了，没有扎进去。傅义成额上渗着豆大的汗珠，却还笑着安慰白义和。等待的过程中，警车和救护车都来了。救护人员给傅义成做了紧急处理，警察将还在像疯狗乱咬的苏青青铐上了手铐，送进了警车里。救护人员要送傅义成去医院做进一步处理的时候，他却伸手拦住了他们。傅义成起身走到了椅子边，将骨灰盒拿起来，走进了白义和，双手捧给他。白义和面露疑惑，他抬头看向傅义成，道：请问你是谁？白义和的情况只持续了一小会，当他看见傅义成背上的伤口时，立马就焦急起来。怎么还不去医院？白义和跟着傅义成一起去了医院。
傅义成处理完伤口，又休息了好几天，才从医院回去。回家之后，白义和失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。傅义成不让人告诉白义和还在服特效药的事，他自然也不知道自己的副作用在不断加重。白义和慢慢地出现了失忆和认知障碍，并且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。这些遗忘并不是立马就能被发现的，而是渗透在他的每一个日常里，更多的都是在一些他自己意识不到的细节处。有的时候是他吃完了药，却又让佣人给他拿药过来；他明明刚吃完饭，却又让人准备晚餐；他经常认错人或者忘记别人的名字，但是所有人都当作不知道一样。就算白义和对着小王叫小张，小王也会答应。这些都是傅义成的交代。傅义成希望白义和能够一直这样开开心心，不要去担心任何事情，并且他知道，如果白义和知道这件事的话，很可能会生气，然后断药的。他还不想白义和离开，他想白义和能够多待在自己身边一点时间，哪怕这一点点只延长了几天都是好的。可是白义和还是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。这天傅义成刚回到家，佣人就跟他说：“夫人说您回来就去楼上找她，她一直在房间里等您。”傅义成一打开门，就看见屋子里满桌满地都是水杯。这时傅义成瞬间就反应过来，我想喝水，就让佣人给我送水进来。可是等我回过神来，屋子里已经全都是水杯了，但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义成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白义和抬起头看向傅义成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义和，傅义成，我不会再吃那个药了，如果你还给我吃的话，我就什么药都不吃。白义和说的斩钉截铁，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。义和，你现在的情况不能断药的。傅义成苦口婆心地劝解着他，现在白义和的病几乎就是在靠特效药扛着。傅义成，你不明白。白义和的眼眶红了，我不想变成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，哪怕是死，我也想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死去，算我求你了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执拗的样子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断药之后，白义和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剧烈的胃痛，他不想让傅义成知道，就咬着牙忍着疼痛。他痛得蜷成一团，满头都是冷汗，只感觉肚子不是自己的，里面好像有着一台绞肉机在不停地搅动着，让他痛到连呼喊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突然间，身后一只大手伸了过来，将白义和拥入了宽厚的怀中。傅义成将白义和抱在怀里，感受到他痛得浑身发抖，他却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将他抱在怀里，轻声地安慰着他：“没事没事的，我在这里，有我在。”白义和恍惚间听见了傅义成的声音，他下意识往那个温暖的怀抱蹭过去。白义和蜷缩在傅义成的怀里，疼了一整夜。傅义成就抱着他，一整夜安慰着他。这天，傅义成陪着白义和在医院做检查，医生却告诉他们，白义和怀孕了。你们最好去做流产，以您夫人这个身体状况，根本不能生孩子。医生虽然是提议的口吻，但是语气却已经下了决定。白义和能不能活到将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不知道，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生孩子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白义和却愣住了，
回家的路上，他望着车窗外，看起来想了很久。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傅一成牵着他的手，一和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孩子打掉，你的身体最重要。他的心里也在隐隐作痛，但是想到白一和每晚被病痛折磨的样子，傅一成就觉得这个孩子不能生。可是我想将他生下来。白一和转头看向傅一成，这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见证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！他可能会跑会跳，以后变成一个十分优秀的人，他可能有着跟你或者跟我一样的面容，他是我们的孩子啊！可是一和你的身体，我的身体不重要。白一和铁了心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是死也要把孩子生下来。我已经流掉了一个孩子，不能再让这个孩子也因为我而流产。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。他听不进傅一成的任何话，就是一心要将孩子生下来。傅一成没有办法，只好慢慢地劝他。可是过了3个月，白一和的想法却没有一点改变，而他的肚子却一天天大了起来。医生说孩子太大了就不能流产了，最多1个月，他们一定要去做流产。看着白一和每天为了孩子强忍病痛的样子，傅一成觉得自己真的没办法强行带他去打胎。可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去死啊！一成，那种特效药，家里还有吗？不等傅一成先劝他，白一和已经开了口。他在问他要那种他发誓绝对不吃的药，吃那种会让他智力减退，甚至变成3岁小孩的药。傅一成镇住了，他心头的震荡让他再也没有办法说出劝解的话。这就是一个母亲的伟大，为了孩子，他心甘情愿去做之前抵死不从的事情。傅一成沉默了许久，叹了口气，以后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，千万不能再任性了。我们把孩子生下来。白一和的眼睛慢慢地亮了起来。好，我一定听话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他兴奋地站起来，拉住傅一成的手，像个开心的孩子一样。傅一成摸了摸白一和的头发，将他抱在了怀里。我们要有孩子了。从那开始，白一和十分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，也开始继续吃特效药。他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，到了8个月的时候，他支撑不住昏倒住院了。您夫人的情况很不理想，现在孩子也成型了，到时候保大还是保小，希望您能尽早决断。傅一成皱着眉头，他一个人在病房外面待了许久，这才收拾好情绪进去看白一和。他已经醒了过来，但还是很虚弱，明明是怀了孕的人，看起来却瘦得可怕。一和，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我们先动手术，将孩子拿掉，然后再看好不好？傅一成的语气几乎是在祈求他。白一和看着眼前这个同样满脸颓唐的男人，他伸出手抓住了傅一成的手。一成，能跟你做夫妻是我的幸运。一和，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记得一定要保孩子。白一和一句话说的傅一成再也没有办法。白一和住在了医院里，傅一成就天天在医院陪着他。因为特效药的缘故，白一和忘记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有时候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。他总是将一件事问很多遍，傅一成就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回答他。这一天，傅一成让人送了饭菜过来，跟白一和一起坐到了桌边，可白一和却看着眼前的饭菜，没有动筷子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吃这些？
那我让人换。说着，傅义成就要叫人进来，白义和却拉住了他。不是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傅义成看向白义和指着的那双筷子，先是一惊，然后他笑着坐下来。这个叫筷子，是吃饭用的东西。来，我教你用。傅义成拿起自己的那双筷子，手把手地教白义和用筷子。白义和就尝试着去抓那2根筷子，却怎么也抓不好。没关系，这个本来就不好用。傅义成安慰他，然后拿着筷子喂他。还是我来喂你，你想吃什么？白义和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，指了指面前的一碟糖醋鱼。傅义成愣了愣，他记得白义和曾经跟他说过，他小时候很喜欢吃糖醋鱼，但是后来变了口味，就不怎么吃这种口味过重的菜了。看着白义和盯着那盘糖醋鱼，满脸兴奋的样子，傅义成就笑了笑。好，我们吃糖醋鱼。傅义成细心地将鱼刺剔掉，夹着鱼肉送到了白义和的嘴边。他张嘴一口咬进去，看着傅义成甜甜的笑。傅义成就一口一口喂着白义和，白义和乖乖地吃着傅义成喂过来的吃食。他好像完全不记得刚刚自己居然忘记了怎么用筷子，边吃边朝傅义成笑了笑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傅义成笑着朝他点了点头，拿起筷子开始吃东西。没过几天，白义和就完全吃不下东西了，他的胃癌已经扩散，没有办法再进食，只能靠吊水将所需营养打进去。他整日的昏睡，傅义成无时无刻不陪在他的身边，生怕他一个转身，白义和就这么一睡不醒了。可不管他怎么看着，白义和还是病情急转直下。毕竟怀着孩子，他的身体能坚持到现在已经算个奇迹了。医生叹了口气，他的情况十分危险，现在只能马上进行手术。幸好孩子也到了临产的时候，保孩子还是保大人？您想好了没有？医生问傅义成，他却久久没有回答。我先提醒您一句，保孩子有80%的几率是安全出生的，保大人可能2个都保不住。傅义成看了医生一眼，觉得他的这句话像是无心的刀子一样，扎在他本就伤痕累累的心头上。白义和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，恍惚间抓住了傅义成的手，叮嘱他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，要孩子。傅义成沉默着，白义和就死拉住他的手，不肯进手术室，一双大眼睛盯着他，非要他同意才行。傅义成最后红着眼睛点了点头，眼看着白义和被推了进去。几个小时过去，产室里一声啼哭响起，白义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他的眼角流出了一滴泪水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在生命的最后，傅义成没有让他失望。护士将孩子抱出来给傅义成，他却看着看着就哭了。傅义成接受不了白义和的死亡，将孩子丢在医院，就跑去了酒吧，将自己喝得酩酊大醉。他只有将自己喝醉了，才能在恍惚间看见白义和，他会朝他笑，叫他的名字。傅义成看着白义和的幻象，微微的笑。一连好几天，傅义成都没有看过自己的孩子，连名字也没有给他取。他每天都醉倒在酒吧里，回到家就抱着白义和的骨灰不撒手。知道这件事的秦彻再也看不下去，他跑到夜店里，将醉醺醺的傅义成拽起来。傅义成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秦彻朝他大吼道，白义和都已经死了，你给我振作一点。
傅义成压根没听清秦彻说的话，他摇了摇头，又去拿桌上的酒。秦彻看着怒火中烧，他摔碎了桌上的酒杯，让人拿了一桶冰过来。秦彻拿着冰桶直接往傅义成的头上倒去，冰混着水哗啦啦地往下冲，冰冷的凉水淋在傅义成的头上，他浑身打了个冷战。傅义成被冰水冲得很快就回过神来，等他看清眼前的人居然是秦彻，不由皱起眉头，满脸怒气。秦彻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傅义成。秦彻不理会傅义成的怒骂，直接抓住了傅义成的衣领。如果义和还活着，你就让他看见你现在这样吗？不管孩子在酒吧放纵自己，你以为义和会开心吗？傅义成愣在当场，他被秦彻骂得一愣一愣的。他想起了白义和拉着他的衣袖，非要他救孩子的那个样子。那时他怀着孕，自己瘦得不成样子，却每天摸着肚子，脸上满是温柔。傅义成坐在他身边的时候，白义和就会拿过傅义成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，跟孩子说：“这是你的爸爸，他以后会对你很好很好的。”傅义成一手插在自己的头发里，颓然地坐在了吧台椅子上。我还能怎么办？义和他死了，他走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傅义成捂着脸，一个向来强势的男人露出这样颓唐的样子。秦彻也叹了口气。傅义成，义和虽然死了，却给你留下了孩子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应该好好将孩子带大，这样义和在天之灵才会觉得安慰。秦彻拍了拍傅义成的肩膀道。傅义成站起身，他的眼睛还红红的，但是从那之后，他就开始出现在了医院里。他将孩子带了回家，这是个男孩，有着跟他相似的眉眼。傅义成给孩子取了个名字，叫傅念和，是他对白义和的所有思念。他开始用心抚养孩子，傅念和也十分争气，长到18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优秀。他站在傅义成的面前，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傅义成。傅义成回想起自己18岁的时候，他跟白义和一起进入大学，然后两人相恋。他最爱白义和那种恬静的性子，待在他的身边，傅义成就觉得岁月静好，余生绵长。傅念和18岁的时候，傅义成带着他来到了白义和的坟前，让孩子给他磕了个头。之后，傅义成就将傅家和白家的产业陆续交到了傅念和的手里。傅念和非常优秀，很快就成长起来，将公司的事务处理得极好。傅义成站在白义和的坟前，义和，答应你的事情我都做到了。他笑了笑，伸出手去抚摸那略带粗糙的墓碑。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啊？我在这边没有你，这么多年一直都觉得不习惯。傅义成坐在了他的墓碑边，他坐了整整1晚上。第二天，人们发现傅义成的时候，他已经倚着墓碑死去多时了。傅念和将傅义成和白义和葬在了一起，他没有辜负傅义成的期望，将傅氏集团跟白氏集团合并，打造了世界最大的集团。多年之后，傅念和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到了两人的墓前。当年我父亲许了母亲的一生一世，现在我也在这里许你一世的深情，我们要好好的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年轻的女人看着傅念和，微微的笑。全剧终。